开局反杀歹毒兄长，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。兄长有2大遗产：一、漂亮嫂子方柔，肤白貌美大长腿，还是妥妥的富家千金；二、差役的身份。这个时代的差役群体不再是下九流，是拥有独立的调查权、缉拿权、刑审权，堪称地表最强权力机构。这一世，他要痛快、滋润的活着。我叫许元初，在大圣23年杀害青山县酒楼掌柜3女1妻，我十恶不赦，在我兄长的感化下，愿认罪伏法。我妻过给我兄长为妾，望我妻婉儿待我兄长如对我般谦恭卑敬，凡事无巨细，不可薄逆。早旦灵儿绵延许家香火，是不是老实人？不管在哪里都要被欺负。亲哥下毒死了还要拿去抵罪，兄收弟媳还要谦恭卑敬，绵延香火。这个时代的女人真是可怜可悲。前世我开饭店，生意稳定，妻子卷走我所有钱，跟着健身教练跑了，喝了2瓶2锅头，一觉醒来穿到了这个老实本分的农户身上。刚成婚尚未洞房，就被兄长喊去小酌，后被下毒用来抵罪。不好，毒发了！老天让我再活一世，这次绝不能再憋屈的死去。这里是乡下地窖，应该有储存冰块。前身能硬撑这么久，说明毒性不会很大，只要及时吐出来，就能好大半。时间不等人，不知道前身的好大哥什么时候过来。元初，不要恨大哥，这个年景活着也是遭罪，下去陪爹娘去尽孝吧。放心，你的妻子我会照顾好的。哥，我不想死。不想死？说什么傻话？你活着做什么？一辈子种粮、纳税，猪着狗都不愿意待的茅草屋，这样活有什么意思？你死后，拿你的命，我能成为县衙的正式差役，成为许家的骄傲，这才是你活到今天最大的意义。当年爹娘偏爱你，把我送进征兵队伍，我被迫上前线，我是死过1次的人了，这次该你为了许家去死了。哥，如果我们互换身份，你会为了许家心甘情愿去死吗？我当然会，一切都是为了许家，所以你安心去死吧。哥，那你去死吧，嫂子我会照顾好的。哥，一切都是为了许家，安心去死吧。从现在起，我是许家人，外面房间里睡着的那个女人会是我的妻子。这具认罪的尸体还不能立即用，毕竟我是一个假冒的，必须先搞清所处的情况再说。空气真香，活着真好。关于郝大哥入职县衙之后的事，前身知道的并不多。我要冒充他，只靠一模一样的长相，怕是还不够。先去会一会这位嫂子。群托6幅湘江水，并送巫山1段云，胸前瑞雪灯斜照，眼底桃花酒半熏，真是一个好嫂子。门后扣上了门栓，难道郝大哥和嫂子分床睡？郝大哥喜欢写随笔的习惯果然没有丢。我靠！若是刚刚色迷心窍，就完蛋了。嫂子方柔竟是郝大哥在县衙的上司养的女人，他们2人只有夫妻之名，却无夫妻之实，平常几乎无交流。至于2人成婚，实则是在大圣王朝战况不断，男丁锐减，女子到了年龄就必须结婚，适龄未婚者将有官府进行强行分配。那位上司没办法娶方柔，所以才便宜了刚刚进入衙门好拿捏的郝大哥。不过郝大哥也不是个东西，这些日子偷偷收集了那位上司的罪证，其中还详尽记载了关于嫂子的一些床榻秘辛，有些事需要验证才能知道随笔是真是假。那就从郝大嫂开始吧。按照随笔记载，在墙角摸到了一根木棍，轻轻就撬开了门后的门栓。按照随笔的记载，郝大嫂睡觉很沉，只会在熟悉的声响下才会有所动作。郝大哥的随笔所记果然是真的，不过现在还不是和郝大嫂赤诚相见、抵死肉搏的时候。在这之前，我必须在这里先站稳脚跟。什么事？昨天你是不是进我屋了？没有。没有最好，记得你的身份，你也就只能看看。哼。
一个萝卜一个坑，50个后备差役只有1年的任用期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今年据说只有10个转正名额，若是不能成为正式差役，就要面临辞退，竞争异常严峻，不亚于后世的考公。许家人，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徐队能否再允我7天时间？徐朗负责带领我们10个后备差役，是郝大哥的上司，更是方柔的姘头。那就再给你7天时间。乡人没吃早饭的吧？拿去吃。谢了，谭兄。这人叫谭磊，郝大哥随笔里记载，这是郝大哥唯一的朋友。谭磊属于青山县本地人，据说家里托关系，1年期结束就能转正成为正式差役。1上午的时间，虾仁竟看完了桌上的所有书籍。嘿，我居然有了过目不忘的本领！想要转正，直接考教的就是破案。大多数人都完成了案子，唯有郝大哥手里那个奸杀案还没有侦破。通过郝大哥的随笔了解，那个奸杀案，徐朗拿了凶手的好处，才让郝大哥找人来顶罪。而郝大哥为了稳妥，选择了杀地。虾仁兄，你能找关系就赶紧找关系。我得到的消息，县衙转正差役的花名册已经开始录档，月底就要送到府衙入档了。我找人打听了，那名额上没有你。按理说你是前线归来，今年朝廷有特批，对于你们优先照顾，就是直接给一个差役的名额，也说得过去。多谢谭兄告诉我这些。虾仁兄，告诉你这些，是因为当初你帮我挨罚了。另外，我敬你是一条汉子，前线归来的兵士，你们才是王朝砥柱。谭兄，问你一个事，什么事？你觉得我和前几日有什么不同？这个啊，过去你有些沉闷，不过临近后备差役1年期截止，大多数人心里都很着急，情绪上有些变化也正常吧。我倒是觉得你健谈不少，挺好的，老憋着也不好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我家娘子说我最近变化挺大。虾仁兄，你娘子这个人，据说和徐朗关系不简单。当初我提醒你不要应了这门亲事，现在想想，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，你才交误了徐朗。他若存心卡你转正，你连一点机会都没有。真操蛋，刚上岗就面临被辞退，若是山穷水尽，那就只能另想办法了。希望郝大哥手里关于徐朗的一些罪证能有用吧。竟然找到了这里，说吧，有什么事？徐队，不知如何做，我才能成为正式差役？先结案再说。案子破了就能转正。据我所知，正式差役的花名册已经开始录档，月底就要送入府衙归档。你是在责问我？不敢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据我所知，朝廷给予这次前线归来的兵卒会优先照顾。按理说，我应该第一批被纳入正式差役花名册。而且对于徐队你分发的案件，我也是尽心尽力完成。至于奸杀案的来龙去脉，那个凶手是谁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但我还是接下为你们找人顶罪。想我堂堂7尺男儿，明媒正娶的正妻，却是为你养的外室。徐队，快1年了，我想我做得到位了，你何必咬着破案来说事？属于我的应该给我了。许家人，你今天吃错药了。你一个小小乡籍，我给你脸，让你娶了方柔，让你为我做事，是你的荣幸。真以为你掌握的那些证据能威胁到我？至于你那前线归来的兵卒身份，确实可以优先纳入正式差役的花名册，但优先不是必须照做。这里是青山县，有青山县的规矩，一个正式差役的名额需要100两银子。就凭你做的那些事，我就要替你掏钱。我是该说你太天真，还是愚蠢？另外，你那前线归来的身份有残缺，真以为你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？若不是我帮你掩盖，你连这个后备差役都捞不到。身份残缺，难道是逃兵？妈的，郝大哥到底还有什么把柄握在对方手里，差点坑死自己？你这条狗用着还算顺手，如果乖乖的听话，即便入不了正式差役，我也可以帮你谋求一个长期的后备差役的职务。不过看在你帮我夜里看门的份上，若是你能拿出80两，我就发慈悲，帮你留意下一批的正式差役名额。郝大哥竟然还有把柄在徐朗手里，随笔里完全没有记载，真是该死！身份残缺到底指的是什么？妈的，事情麻烦了，徐朗这条路走死了。等回到了班房里，下人翻阅了一下关于兵役回籍的卷读。郝大哥既然不是逃兵，那就是身无残疾上有问题。我亲自弄死的郝大哥，四肢健全，头脑也非痴傻，难道是？我的妈！方柔不害怕自己睡他，难道他是知道自己根本没这个能力？若真的那般，那他们认为的大把柄，反而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。特别是郝大嫂方柔，那就是引狼入室了。
往上走的路被徐朗挡着，那就先弄点银子以待时机吧。方柔母家是县城商户，那就从郝大嫂身上弄上一笔往上爬的银资吧。下衙后，虾仁买了一些米面和几条野生小鲤鱼，又去药房买上一份解毒滋补的草药。路上遇到赶车的乡下饭菜老伯，扔了2文钱，搭了一个顺风车。刚到家门口，就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门口被方柔说教。她面对方柔只是低声啜泣，不敢还嘴，却又不肯离开。兄长，我家相公昨日说来你这里吃酒，迟迟没有回去，求求你帮忙找一下，可好？哼，一个妇道人家，刚过门就大晚上的跑过来找男人，成何体统？兄长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。起来再说。兄长，我家相公一夜未归，奴家是真的很担心，才不得不抛头露面过来。昨日我那弟弟吃完酒就早早回去了，若是还没有归家，想来和人一起进山打猎了也不一定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寻常和相公一起进山的人，我也问了，都表示没有见到过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山里多野兽，他一个人若是酒醉走错路进了深山，那就危险了。我会安排人去找，若是真的找不到，据我弟弟所言，你们还没有洞房，到时候我会帮你上报衙门，再为你分配一个好汉子。我进入了许家的门，就是许家的人。嫁给许家委屈你了，这些米面你拿回去先吃，人我会去找，你放心便是。劳烦兄长帮忙，那奴家就先走了。多难得的好女人，可惜了，她一个女子，若不能天黑之前回去，也挺危险的。虾仁轻叹了一声，跟着走了过去。很快到了村西头，远远看到熟悉而又陌生的一间茅草房。虾仁看着赵婉儿进了院落，才是转身回去。这么小的鱼你也买，穷人都不吃。虾仁没说什么，朝着灶房里走去。今天要做的鲤鱼清热解毒，配上买的一些可入膳食又能入药的草药，可以很好的拔掉体内的毒素。虾仁凭借前世10几年的厨师手艺，这鱼过他手之后，立即香气逼人，传到了外面。方柔循着香气走过来，蹙眉疑惑地看向虾仁：“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了？过去你可是从来不做饭的。”征兵入伍后，在火头军里待过，过去不做是不想做，最近衙门压力大，做个饭犒劳一下自己。那以后家里的饭菜你来做。看来他是相信自己不同往日的变化，是因为临近转正造成的。属于郝大哥的一切，从今日就彻底的消失在所有人的眼里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倒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什么？嘿嘿，如果你让我过手瘾，我倒是可以赏你2条鱼。你也就能过下手瘾，我警告你，早上的事不准再有。想发泄，去找姚姐去。那就算了。虾仁朝着灶房外面走出去，在院落里找到一个凳子坐下，埋头吃饭，也就能够下手瘾。可怜的郝大哥，看来是真废了，还折腾得那么起劲，有什么意思？很快灶房里就传来吧唧吧唧嘴巴的声音。高冷的郝大嫂竟然还是一个馋猫，看来这银子赚起来比想象中的要更容易。烧鱼过程中，我可是特意倒了不少酒，何况这些酒对一个成年男人不算什么，不过对于娇弱的方柔，明显是醉酒上头了。娘子，嫂子，嘿嘿，好大一个醉鸡！醉倒方柔就是为了方便进一步求证郝大哥的身体是否真的残缺。虾仁左右看了一眼没人之后，提着灯笼就下了地窖。过了1刻钟不到，他就出来了。郝大哥果然是身残志坚，郝大哥那玩意处竟是被刀给划拉了一刀，子孙代竟是没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就被徐朗知道了。徐朗，这次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有蛋的日子注定所向披靡。今日蓬门为君开，横刀立马仗2将军，只待翻江倒海，红肠吞邪龙。许家大哥，婉儿嫂子那边出事了，邻村的醉汉推他们的，你快去看看。虾仁没有犹豫，打开卧室门走出去，单手提着军刀。他欠前身的这份因果不能坐视不理。走吧，铁蛋。许家大哥认识我？前边带路，边走边说。是的，再晚一会，婉儿嫂子就要麻烦了。不大一会，远远就看到了那个茅草房，还能隐约听到狗叫声。是小黑在保护婉儿嫂子。等2人走近的时候，这才隐约看清是3个男子，一个拍打着门窗，2个踹着门。我的小黑怎么不叫了？许家小娘子那许元初已经死了，不如从了我们，让我们哥仨快活，你也能提前尝尝男人的滋味。毕竟你这样孱弱无力的小娘子，除了许元初那个倒霉蛋，没人会选你当媳妇的。今天把我们哥仨伺候舒服了，没准我等就收留了你。
哪怕我那苦命的弟弟真的死了，遗孀也不是尔等宵小能欺辱的。你是许元初，你是人是鬼？许元初是我弟弟，我叫许虾人，青山县差役，尔等入室行不轨之事，焉知大圣律法之严苛，差爷饶命啊！误会，我们再也不敢来了。把身上的银两留下。他。小黑，铁蛋拿着这些钱好好生活，这世道人都吃不饱饭，小黑走了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谢谢你，许家大哥。感谢兄长救命之恩。弟媳受惊了。虾人看了一眼茅草屋，被3个醉汉给破坏的快要四处漏风。若是再有一次，肯定挡不住人了，就帮忙把窗户重新堵上，木门也再次加固了一些。这一忙就天渐渐亮了。兄长，铁蛋你们忙了一夜，饿了吧？喝点粥，吃个馍馍。我就不吃了，我家里还有昨天的红薯吗？铁蛋咽了咽喉咙，还是懂事的摇了摇头，表示不吃了。这年头谁家里都不宽裕。虾人拿起一块杂粮馒头，捏了捏，竟是没能捏扁。平常就吃这些，平常哪里舍得吃这些？是兄长来了，没有好招待的，才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。铁蛋，你留下来陪着他。这赵婉儿脸露自责，觉得有些慢待了兄长，怎奈家里真的很穷，她刚嫁过来，也着实没办法。铁蛋，你说相公他难道真的不在了？元初哥哥人那么好，应该没事的。若是元初真的不在了，吾宁死。婉儿嫂子，你可别做傻事啊！按照规矩，弟娶寡嫂，兄收弟媳，子继父妾。哪怕元初哥哥真不在了，还有虾人大哥在的，他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不会不管你的啊。约乎1个时辰之后，虾人赶着陈雾再次回到赵婉儿这里，他肩膀上扛着一些昨天买的米面，还有一些蔬菜。这一路上说实话真的够累的，来回足足7、8里路，还一夜没有睡。放心吃，不用节省，过2天我再给你们送点来。铁蛋，1个时辰之后在村口等我一下。再次回到家后，虾人很快的做好了几张香喷喷的鸡蛋灌饼。想吃吗？哼，你要什么？我警告你，许虾人，不要有不该有的念头。你先尝尝，咱们再谈。哼，还不错。如果觉得好吃，那就谈谈价钱。放心，这次我只要钱。你用的还是我的鸡蛋和油，饼是我做的，所以刚刚我让你免费吃了1个。你们方家也是做生意的，卖东西会按照成本价吗？算了，懒得和你磨嘴，直接说多少钱。1两银子1个饼，我做饭的手艺你清楚。刚刚那张饼加上昨晚你偷吃的，应该心里有数吧？你知道1两银子能买什么吗？可以买100斤大米、10斤油、150斤面粉。1两银子放到乡下，那些穷人半年也赚不到。银子我有，但并不是傻子。你说的对。给你。娘子，下一顿想吃什么？切。许家大哥，铁蛋，这1两银子你拿去给赵婉儿，让她找人重新修葺加固一下房子，如果有剩下就填补一些家当吧。许家大哥，若是元初哥哥不在了，你会要了婉儿嫂子吗？他让你问的。我只是看婉儿嫂子情绪不佳，怕她想不开了。把银子拿过去，吃得饱，有地方住，他暂时不会想不开的。另外，晌午吃过饭后，还在这里等我。知道了，许家大哥。今天是收规费的日子，我的辖区更换到了城南靠近城中心庙市的3条街。按照老规矩，94茶楼每家50两，赌坊青楼100两，各类摊贩根据大小1两到100文钱不等。所有参与的人这次可以领1两跑腿费。恭喜徐队，我等为徐队马首是瞻，万死不辞。班房里需要留下1个人，那就许虾人吧。其他人心知肚明，班房里哪有什么事，根本不需要留人，只不过是徐朗敲打许虾人罢了。家人领命，1两银子罢了，老子烙张饼从你那姘头嘴里就赚回来了。虾人等人都走后，也没有留在衙门，买了些菜就直接回了家。你晌午怎么回来了？衙门的饭吃不习惯，顺着饭菜的马车干脆回来了。没多一会，在院外和邻居聊天的方柔就闻到了灶房传来的香味。方娘子，王家大娘什么时候做饭这么香了？真够香的，我刚吃饱晌午饭，也有些馋了。切，
哪里是王家大娘做的，是许下人做的饭啊！许家大哥这么厉害？厉害什么？君子远庖厨，上不了台面的人才会做饭。若是方娘子不喜欢许家大哥，不如和离了，各找新欢。反正惦记你家相公的人不少。哼，是你惦记还是灵儿啊？你倒是说清楚一些啊！如果许家大哥不嫌弃，我倒也无所谓。我可不想被官府像是卖牲畜一样，随便只配个糙汉子给嫁了。哼，看上寡妇了，你能满足他？许下人，我警告你最好守规矩一些，在家里你闹腾一下，我也就忍了。若是让我知道你和外面那俩女人勾勾搭搭，别怪我一句话，让衙门立即辞了你。别动不动衙门，衙门不是你方家开的，直接说徐朗就行了，也不用他开了我，反正还有半个月，后备差役1年任期就结束了。哦，我说你怎么突然爱上银子了？原来是在谋后路，求我啊！只要你求我，我一句话还能让你继续当这个后备差役。吃饭嘛，这顿饭5两银子。财迷，嘿嘿，喝点水，小心辣。想让我多喝水，少吃肉，你真是一个乡巴佬，满肚子坏心眼。我放了不少花椒，有些麻压过了辣劲，但是吃完之后，不常吃辣的人就会知道与众不同了，那是见缝就辣，窜火的辣。午饭之后，虾仁拎着剩下的大盘鸡就直接离开了。等走到不远处的村口，就看到铁蛋已经在等了。许家大哥，这个拿过去，你们吃。是鸡肉，我2年没吃过鸡肉了。铁蛋，村子里谁家卖冰，你帮我买点。许家大哥，不用钱的，山里一些山洞里常年结冰，哪怕夏天也不会化冻。你要多少，我给你搞多少来，能行吗？别看我瘦，我可有劲了。自从我爹被拉壮丁一去不回，村子里的铁器都是我打，30斤的锤我能抡一上午，都不带歇的。好，那就辛苦你了，也不用太着急，晚上天黑送到村口就行。等虾仁回到县衙后，班房里一个个同僚都乐滋滋的，看来收规费赚了银子。半个时辰之后继续去城南，把未收的规费今天争取收齐了。另外明天上午休息，下午所有后备差役参与笔试测试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笔试测试只是走个形式，对于最后正式差役的录取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毕竟我们差役还是看破案率的。虾仁兄，你可以给徐队送礼，只要能转正，未来赚的只会更多。谢了，谭兄。对了，谭兄，我听说正式差役可以接触到更全面的书籍，你能借到吗？你打算通过笔试测试来争取机会？不过徐朗刚刚没有说谎，这个笔试测试没什么用处，毕竟我们是差而非士，有这个功夫不如多走走关系，多个机会，多条路。下午你哪也别去，到时候我偷偷回来一趟，帮你带过来。这些银子你拿着。不用，我找我堂哥拿，顺便帮你打听打听消息有没有机会转正。不过我堂哥比不上徐朗资历高，估计也没什么用。郭大人，这次对差役的考试是不是过于隆重了？上头竟明确要求开启贡院，那可是为月底求为科举准备的，竟然先给差役们使用，而且连正式差役也要考。这次涉及了整个府城下辖的18个县城，所有差役同时参与考核，这规格是一场不亚于科举的大考了。这份手令是今日早上发出，明显是不给反应的机会，更要完全按照科举的规格开启贡院、糊名、封卷、上交。看来朝廷是对我们底层的差役有所不满了，毕竟差役的权限很大。朝廷的考虑不是我们能揣测的，不过我反而认为是朝廷要进一步加大差役的权力，严要求才会强赋权。明日下午的大考，2位今日就不要回去了，留宿县衙吧。是。此刻虾仁搭着马车走在去乡下的路上，到了青山村路口，虾仁一跃下了马车，向饭菜老伯扔了2文钱，就朝着家里走去。谢大人赏。你是故意的。方柔扶着墙，双腿紧紧地夹着，整个下午他都在折腾上茅房的事了。吃的时候也没有见你说辣。这么呛人，肯定不好吃。真以为自己是大厨，这次肯定搞砸了，今晚就不吃了，还能少花些银子。虾仁在灶房里，锅里倒了小半锅油，加热后放进了密密麻麻的辣椒，足足有2-3斤之多。他要做的是红彤彤的火锅底料，色香味俱全。做完之后，虾仁拎着下午买的半块肉，朝着外面走去。在村口处看到铁蛋，应该是早就来了，在他旁边靠着一个独轮车，上面有2个大麻袋，透着寒气。许家大哥，辛苦了，早点回去。
这个拿回去。晌午的鸡肉都没舍得吃完，许家大哥这个不能要。婉儿嫂子也交代我了，你在家里也不容易，不要老拿吃食给我们，省得那个厉害的嫂嫂不高兴了。他怎么知道我在家里不容易的？我听婉儿嫂子说，你娶的是县城里有钱人家的女儿，住的房子也是他们家建的，这在乡下叫入赘，是要事事都听娘子话的。拿着吧，这肉是我赚来的银子买的，另外明早饭后过来一趟。这一块冰块约乎40-50斤重，一个10多岁的孩子是怎么可能切开？应该是他和赵婉儿一起切的冰吧。虾仁想到那个柔弱且坚强的小媳妇，轻轻一叹。你喝的什么？冰镇水果汁。酸甜酸甜的，很好喝，就连那辣的窜火的某些羞人的地方，好似也舒服了不少。真粗俗，骨子里就是一个乡下人。要不要尝一下？切，不吃。那你喝水果汁吧，免费。今天用你的油和锅做饭，水果汁就当是使用费，算你识趣。要不要尝一尝？盛会10两银子。穷鬼。虾仁，你做饭的本事真不错。现在缺银子。你只是为了银子，不然呢？替别人养媳妇，还乐呵呵的好吃好喝供着。他不过是一个少了血性的废人，在这个乱世和徐朗相比，还是差得太远。他或许没错，我也没有错，我毕竟是一个女子，需要的是强大的依靠。你不惜杀弟伪造认罪书，但那徐朗也不会让你转正，你就安心躺在这里。我会在合适的时机让你发挥最大的价值。你得不到的女人，得不到的权势，我会一一拿到手，是不是很开心？虾仁从地窖里走出来，就进了书房，点燃油灯，翻开一本本好大哥收集的书籍。太祖大号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连衙门里都找不到的。太祖大号可是大圣王朝开国皇帝所著，哪怕当今皇上也不敢无视的存在。我没有根基，只能借势显明，才能有机会从后辈差役杀出一条路来。明日的差役考试就是我的机会。这是什么？红糖糯米汤圆，你试一试，很滑腻。乱摸什么？怎么想女人了？我有洁癖，不是什么女人都要。你是说我脏？这和你脏不脏没有关系。若是不花银子，我倒是可以克服一下，你愿意吗？虾仁，我警告你，不要阴阳怪气的。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明白的，若不是因为娶到我，你早就被县衙辞退，所以我不欠你的。说的我好像占了天大的便宜。我也不休妻，免得让你难堪，不如我们和离。你问问徐朗愿不愿意，或者我好事做到底，我也不怕丢人，再帮你撺掇安排一个婚事，方便徐朗可以和你偷偷私会。衙门那些人都是县城本地的，估计看不上你，那就从乡下找。青山村老宋家的傻儿子，老王家的瘸子，若是不喜欢残缺的，那就找个健全的年轻汉子。不过他们怕是不会配合你和徐朗，那帮你找个老汉。你实话给你说，我和徐朗撕破脸了。他不但阻止我转为正式差役，还在衙门里百般排挤我，就是怕我一旦转正就不受他控制了。我愿意维持眼下的这个局面，就是为了赚些银两。在我眼里，你只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女人，和姚姐没有什么两样，或者说你还不如他们。你应该感激我，感激我还愿意配合你，感激我给了你一个体面，给了你一个可以被人看得起的身份。我虾仁前线归来，是为国为民浴血奋战的国之英雄。为了能更好的报效朝廷，谋个差役的工作，却被你们百般算计凌辱，是你们欠我的。我没有算计你。吃饭吧，你花了银子的，吃好后碗筷放在这里就行，回来我收拾。虾仁到了村口和铁蛋约好的地方。
等了好久才看到不远处一个瘦弱的男孩，瘸着腿慢吞吞地走了过来，好似走了很久。陈露打湿了身上的衣服。许家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这是怎么了？许家大哥，我把你昨晚给我的羊肉搞丢了，还好昨天晚上你没给我银钱，要不然把我卖了也赔不起。我知道那是给婉儿嫂子的羊肉，能不能等我攒够钱，再重新买一份还给婉儿嫂子？说说看，是被人抢走了，还是被山里的野兽给抢走了？是前天晚上欺负婉儿嫂嫂的那伙人，他们半路上拦住了我，他们人多，我没有跑过他们，他们逮住我，抢走了羊肉，逼我跪下磕头，我不磕头，他们就一个劲的踹我，他们还说你只是一个后备差役，还有半个月就被衙门辞退了，改天还要找你报仇。许家大哥，你快躲躲吧，他们坏得很，宁愿地里的庄稼荒了也不愿意打理，却时常欺负我们这些人丁单薄，家里没有兄弟姐妹的人。看来他们路子挺广，调查的挺清楚，知道他们叫什么，住在什么地方吗？是临安村的，他们不止一次来我们村欺负人，经常抢我们的东西。为首的叫张大富，另外2个叫张二狗、张三魁。前天被你砍掉手臂的是他们的弟弟，叫张福海。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是我自己打造的一把刀，我怕今天路上再遇到他们。许家大哥，我们这些穷人活着已经很难了，为什么连那些乡亲也欺负我们啊？见过差爷。上午就不去县城了，你带句话到县城东大街净水巷105号找一个叫谭磊的，告诉他临安村发生叛乱，让他带人过来帮下忙，每人1两银子，至少10人，穿差服，带军刀，告诉他我叫许虾仁。差爷，话我一定带过去，银子您还是当面给对方吧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速去传话，不可耽误。是。许家大哥，那可是10两银子啊，你就不怕他跑了吗？他是一个本分人，不敢贪官府中人的钱，否则就是家破人亡。刚刚你问我为何别人会欺负你，那是因为你比他们弱，只要你足够强，他们就不敢欺负你，还会敬畏你，捧着你。当你有朝一日足够强的时候，身边围绕的都会是良善之辈。虾仁带着铁蛋先回到了家，看到院子里的桌几上的碗筷已经收拾好了。衙门办休。虾仁示意铁蛋找个地方坐，铁蛋怯惧的不敢乱坐，有些惧怕方柔，于是缩着身子坐在地上。许家大哥，我不饿，在家里婉儿嫂子就说了，许家大哥算是入赘，当家的是这个女人，若是看到她，不要称呼许家嫂嫂，要喊方娘子，因为她是主家。看我做什么，一点吃食，给你吃你就吃，哼。吃吧，这东西凉了，有些粘牙。铁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碗，更没有吃过碗里的食物，一时间感动得快哭了，低头咬了一个汤圆在嘴里。方娘子，我有那么吓人吗？这是跌打药酒，受伤的地方自己涂抹一下，1两银子1瓶，省着点用。下次算在饭钱里，赶紧吃。许家大哥，你是官，我是民，身份有别，怎么能让你给我这么卑贱的人上药？别动，不够吃，锅里还有。许家大哥，走。虾仁兄，临安村叛乱的事我等已经知晓，今天来这里的皆以你为首。虾仁兄，今日我和诸位还是同僚，我晓得有些人看不上我，认为我只是一个乡籍出身，但今日我等代表的大圣差役，望诸位助我一臂之力，扶大圣秩序，撼大圣天威。扶大圣秩序，撼大圣天威。扶大圣秩序，撼大圣天威。这还是那个只懂厨艺，窝囊没有大出息的废人吗？他是为了刚刚那个受伤的小男孩，鬼才信，非亲非故的，一定是他那漂亮弟媳被欺负了。男人果然都是阿杂的贱东西，20多个佩戴军刀的差役，这发起狠来，完全可以屠一个小村落啊！许虾仁，什么事？你私自聚众，这不符合衙门程序，若是被人弹劾，你会被立即辞退的。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散了。那就在脱掉这身差服之前，弄死一些不怕死的刺头，也省得我回乡之后反而被小人轻视之。现在的日子不好吗？你想那么远做什么？你只要把我照顾好了，我可以给你银子。你这2天赚的银两，比很多人几年都要多了。另外，你吃的还是用的，哪一样不比周边的村民好上100倍、1000倍？你说的好日子，确定是我想要的？区几两银子？我知道你要银子是为了转正差役，那么长时间你都忍了，为何今日突然冲动了？还是说你是为了你那弟媳赵婉儿？你是担心我？哼，
我是怕你犯事，害我成为一个罪犯之妻。你过去不是这样子，怎么才2天的时间，突然就变得不一样了？过去的我2天前已经死了。虾仁兄，刚刚嫂夫人说的没错，这临安村毕竟是一个人口数百人的村落，我们还是要谨慎处置。无妨，这次的事是我挑的头，出了麻烦算我的。若是上头怪罪下来，你政治考核转正的最后时刻，我怕对你影响不好。毕竟说他们叛乱，有点高看他们了。说他们叛乱，并不是我夸大其词。大圣律例第312条规定，凡不是生产、作奸犯科者，3人以上者，查实可直接处决。若涉及群体超过100人，无需通报，可依叛乱罪缉拿。如遇反抗，凡王朝体系所属任何一部，皆可先杀后报，无罪无责，所获财物就地取5成。有这一条吗？当然，今日之事我挑头，我等后辈差役平常游说不多，这次是难得的机会。临安村虽穷，但炸一炸，游说不会少的。对这些敢于劫掠的暴民，一切是他们咎由自取。今日之事，不管收获多少，按照规矩5成要上交衙门，余下5成由我们来处理。虾仁兄独取2成，有无异议？很快到了临安村，村口处几个懒汉一大早就躺在那里，旁边放着酒瓶子。这些人废了，若是发生战争，指望这些人上前线保家卫国。哼，估计会立即落草为寇，或是背叛王朝为敌寇驱使。这是我等的疏忽，按理说早就应该上报衙门进行处理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临安村子里出现了上百人，为首的是一个穿着还算体面的老者，是临安村的村长。余下的村民虽然穿着褴褛，但精神头还不错，那是经常能吃饱饭的缘由。鄙人是临安村村长张有礼，敢问诸位差爷来临安村是送救济粮的吗？接到苦主报官，昨晚临安村张大富、张二狗、张三魁3人抢劫了青山城村民陈铁的财物，并打伤了他，现在把人交出来。切！差爷，临安村穷的连饭都吃不起了，一个个都是烂命一条，你至于为了一个小屁孩子兴师动众的非要和我们临安村过不去吗？普天之下，大圣所辖，律法泱泱，尔等敢聚众抗法，欲叛国否？我等岂敢叛国？我查过县志，临安村当年和青山村同为兵源之地，是赫赫有名的战功之乡。今日尔等不是生产，不思进取，数年之久靠官府救济粮生存，你们对得起临安村的列祖列宗，对得起曾经为王朝、为国民浴血奋战的临安村先烈吗？如尔等这样的人，活着就是王朝屈辱，今日竟公然阻止我等缉拿嫌犯，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是你吗？差爷饶命啊！我等绝对没有忤逆大圣律例，阻挡差爷们执法的意思，请差爷明察。所有人扔掉手上的家伙，全部抱头，统统跪下！滚出临安村！这里是我们的村子，天王老子来了也要盘着。不发救济粮就滚出我们村子！姓许的，你竟然敢来临安村撒野！乡亲们围住他们！许家大哥，就是他们抢我东西打我的！都跪下，跪下！张福海，你们赶紧放下武器，统统的跪下！你会害死大家的！张叔，您老了，这临安村我早就说了，不如交给我们4兄弟当家做主。这些差役也就在城内无法无天，出了城算个屁！我是为了临安村好，今一打走了这群差役，我看在10里8村，谁还敢忤逆我们临安村？许下人，上次是我大意才被你偷袭，今天你主动送上门来，这次我不但要弄死你，还有你那娘子和弟媳，我都通通带回来，当我们临安村的村鸡。霸道，百人成群，手持凶器，内有违制武器，遵大圣律例，依法认定为乱民暴动，按叛逆罪诛之。大圣差役今日执法，有剑无退，战者生，退则死。霸道，王朝养100年，万民之下敢后退半步者，国法不恕，上官不饶。他们不敢动手，他们是吓唬人的，差役没什么可惧的，我们人多。给我死！完了完了，都跪下，双手抱头，放弃抵抗才能活命啊！开爷，饶命啊！我们投降，投降啊！是否伏法？我服了，我服。我愿意服刑，我愿意坐牢，让我上前线杀敌也可以。大圣律法不会留你们活到第2天，那些被你们欺负、劫掠、本就食不果腹的良善村民，也不会允许你们活着。既然伏法，那就送你们上路。这个时候，不远处10里8村的村民也都闻声赶了过来，特别青山村离得最近，是最先赶到的。前面隐约看到赵儿，竟然还有方柔。
他怎么真的敢啊？我给他带来了如此奇耻大辱，他会不会趁我睡着时也砍了我？今日一战，在场的差役们无不心悦诚服，看向虾仁的目光再也没有之前的轻慢和无礼。虾仁兄，接下来怎么做？大胆！许虾仁，未经衙门正式手令，你竟然敢屠一村！见过徐队、宋队，见过徐队、宋队。许虾仁，我现在处决了你，你觉得有冤枉你吗？徐队，这次事出有因，其实你敢多言一句，视为同伙。许虾仁，11大圣律例行事，无错，请徐队宽恕许虾仁。徐队、宋队，这2箱宝物送给2位，你们就放我一命吧。这么多手机，你在哪里弄来的？这些都是我在左下角领的。左下角3月开服活动，原先的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升级为玩家的下载保底福利，担心玩家们不知道，特地发了短信提醒。这么多，我拿一台没事吧？想要自己领取，左下角在我这放了内部链接，点链接下载就行，上线就能看到手机的领取界面。还真有，点领取是吧？点就行，从我专属链接下载进去的，还有隐藏福利，华为 Mate X5，不过只有1000台，先到先得。那我也去左下角下个。你们难道忘记了，尔等只是后备差役，我可以直接辞退了你们。为一个乡级出身，注定走不远的废物求情，值得吗？徐队，怎么现在怕了，想求饶了？我是军级，你无权杀我。你根据大圣律例，后备差役虽然未经府衙归档，不领俸禄，不掌调查，即呢行审3大权力，但户籍依然落于县衙，所以我也算是县级。另外，大圣王朝承认后备差役的存在，你和我从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你和我只是职权不同，并不比我高到哪里。许家人，大圣律例规定判你是需要上报衙门，派遣至少3个差役进行查证，再由府衙决策，才可以出兵镇压。你一个后备差役，既然知道自身上部长调查，缉拿、刑罚3大权力，却擅作主张屠戮一村，你口口声声说大圣律例，难道不懂法吗？还是说你想借大圣律例杀人敛财？哼，知道错了吧？和一个正式差役较真大圣律例，你还差得远呢。邱长官，为我们临安村做主啊！我们都是良民啊！这些人过来就乱杀无辜，我们临安村要报官，要上告。这个时候，跪在地上的临安村的村民，没想到还有机会翻盘，砰砰砰的纷纷磕头，请求惩治许家人等人。徐队果然懂法，你说的没有错。不过，太祖大号，太祖大号。不管私下如何，当众见太祖大号如太祖显示，无人敢不恭敬。太祖大号对惩治暴民、定以叛乱有明确的指示。我屠村是依据太祖大号，遵循大圣律例，维护的是大圣国法和权威，代表的大圣。徐朗，你如此急迫地想治我罪，难道你和这些乱民、暴徒是一伙的？这临安村张福海等人可是把我等的身份摸得清清楚楚，难不成是你的人？按照太祖大号，使涉乱民暴徒，无另一可诛。事后做一个上报就行，所以我现在斩了你，你也是白死。不要杀我！周边的人都咽了咽口水，连呼吸都变得细微了许多。特别刚刚喊冤的临安村的村民，已经吓得脸如土色，惶恐不已。100米开外的方柔看到这一幕，脑海里竟是冒出一个莫名的念头：徐朗和他比起来，好像也不过如此。许家人，此事不如从长计议，在外还是要维护衙门威严。另外，下午还有差役大考。这边的事情忙完之后，不如早早赶回县衙。这次的考试不同以往，乃是全府范围的。下人谨遵宋队的命令。哼，你们办完事，早早归衙参加差役大考。你刚刚有打算杀徐朗吗？徐朗毕竟是正式差役，就这么杀了他。虽然律法无法治我的罪，但我在县衙的路就断了。我觉得你没有说实话，不过你没有出手是对的，否则哪怕你这次战里挟持斩了徐朗，确实在衙门里也很难混下去。毕竟徐朗刚刚只是一时冲动，才被你抓住话茬，占了脸，他还不至于和这些暴民有牵涉。宋队，请稍等片刻。好，虾仁兄，发号施令吧，我等莫敢不从。抄家！一群人堂而皇之的进入了临安村，胆敢阻拦的上前就是劈开。2次阻拦的，拔刀直接上。这个时候，临安村叛逆的罪名在太祖大号出现，徐朗退避的那一刻，已经绝难翻身。宋队，按照规矩，5成交给县衙，麻烦你代为转交。好，若是小恩小惠，我不会为了许家人得罪徐朗，但1箩筐的财物，约莫估算足200多两的价值，由我转交，具体有多少银两，是我说的算。
这是许家人的投名状，更是为这次屠村的事，由我代为向衙门说项一二。家人，下午的大考，好好考，这次不同以往，若是你能拿到好成绩，纵使徐朗为难你，我也会为你伸张一二。感谢宋队，韩行，余下财物给大家分了吧。好，按照之前的约定，虾人拿2成，也就是至少40两，余下的160多两，在场的人每个人都能7、8两银子，这可是一笔意外之财，放到县城内也不少了。临安村不是农产，作奸犯科，今日青山县衙依法行事，守卫已经斩杀，所获财物按照太祖大号和大圣律例依法收缴。念及周边村民生活困难，这些吃食和家禽就当场分发下去，各村的村长过来领取一些食物回去，分发给老弱病残的家庭。铁蛋分到了2只老母鸡，喜得他满脸笑意。虾人走到赵婉儿的身边，把自己分到的财物递给了他。兄长，这些我不能要。我需要赶去县衙，先放你那里。那好吧。哼，他这是摆明了，当众告诉所有人，自己这个娘子做的不到位，不得相公信任。虾人，听刚刚那位差爷说，你们下午到衙门还有重要的事，村子里已经套好了马车，随时可以动身送你们过去。有劳三爷了。大娘，赶紧跑回去，把马车赶到官道上候着。知道了，爷爷。等到了县衙后，不少后辈的差役们对他们投以艳羡的目光，就连一些正式差役们也对许家人投来了赞许的眼神。下午，差役大考竟是青山县秋围的考点。贡院，肃静，一一上前进行查验。入考场，按照发放的号码找到自己所在的号舍。你叫许家人？见过县尉大人。考试时长4个时辰，日落收卷。最近翻阅各类卷读书籍，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大圣王朝的一切，倒也不是为了这次大考。不过还真是走运，这次明显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这次大考定然政治意义非凡。考完试后，上午去临安村的20多个同僚们都聚了过来，表示想请虾人吃饭。行，也确实有些饿了。走，去闲楼，平常不舍得去吃，这次要好好吃一顿。饭后，天色渐暗，眼瞅着就要关闭城门了。等虾人出去后，倒是有一辆马车没有走的，正是那个饭菜老伯。差爷，今天走这么晚？不敢，为差爷做事是小人的荣幸。我听闻差爷们下午在公园考试，料想您不会走那么早的，就一直在城门口等候。差爷，请上车。马车走在回乡的官道上，很稳当。晚风吹走了一天的疲惫，虾人躺在马车上，翘着腿，面前就是满天星斗。纵使青云梯上升很难，但机会是人争取的，我信我能行。虾人拎着饭菜朝着家里走去，刚到了院门口，看了一眼开着的院门，隐约间还听到了屋子里有争吵声。局队火气这么大，看来今天不太顺。哼！你回来了。饿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饿了？你是在关心我？那是很费体力的，懂的都懂。刚好晚上聚餐，同僚们给你准备的一些饭菜，不是残羹剩饭，算你2两银子吧。哼！许虾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醋吃多了，心里不好受？你明媒正娶的娘子，要眼睁睁的看着和别的男人一起而不吭声，心里很不爽，竟然拐弯抹角的骂我是剩饭。我和你的关系你有心知肚明，你又凭什么指责我？吃就给银子，不吃放那里就行。你今天当众把银两交给赵婉儿是什么意思？看上她了？没什么意思，没有就好。你别忘记自己的身份，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你不能在外面乱搞。还有事吗？许虾人，别忘记你只是一个废人，以后离赵婉儿远一些。怎么被戳到痛处，恼羞成怒了？反正你也是个废人，哪怕讨好你那弟媳赵婉儿，最多是动动手，气两口罢了。一个粗鄙的乡下女，也就值几文钱。如何？你许虾人这辈子能摊上我，算你走了大运了。你不过是徐朗发泄的玩物罢了，他真的喜欢你，又怎么会把你扔到乡下来？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？另外，不要试图激怒我，我和徐朗已经撕破了脸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睡你，徐朗哪怕来了也拦不住你。该死的许虾人！第二天一大早，虾人就炒了几个菜，饭菜香飘，惹得各家各户都是艳羡不已。方柔还真是幸福啊，起床后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。许家大哥好像并不待见他，等许家大哥转成正式差役，应该会在填房了吧？
小丫头，春心荡漾了，那你可要抓紧了。若是她真的转为正式差役，怕是县城里那些又白又嫩的大小姐们也会看上她，她估计就看不上乡下粗鄙的大脚丫头了。哼，谁粗鄙，谁大脚了？吃过饭后，虾仁要把灶房的灶台给改造一下。他找了一个麻布绳，把炒菜锅打了一个十字结，拎着就直接出门了。大概半个多时辰，就到了青山村西头。远远就看到了赵婉儿和几个妇人在河边洗衣服。兄长来了，这就是许家大哥。许元初失踪了这么多天，还好有许家大哥接济，房子也盖起来了，也有的吃了。婉儿妹子真是好命啊！许元初估计回不来了，婉儿妹子倒是不如随了许家大哥。像我们嫁过人的很难自己找了，跟了许家大哥总比再被官府抓走，强行嫁给其他人的好。是啊，许家大哥还是差役呢。我的娘啊！昨天在临安村，可把我吓得心都跳出来了。跟了许家大哥，这10里8村的，谁还敢欺负我们妇道人家？他们的话把赵婉儿给羞得无地自容，站在河边不知道眼神该往哪里放。见过差爷，兄长。擦擦早上的河水凉。谢谢兄长。你们忙吧，我找铁蛋有点事。许家大哥不愧是在县城里当差役，见过大世面，懂得疼女人。婉儿妹子，你别犯傻。许元初要是回来，早就回来了，你可别拧着。求许家大哥向官府打个招呼，要了你，接下来安心过日子才是正事。赶紧跟过去，殷勤点。许家大哥，你来了。铁蛋找你帮个忙。虾仁告诉铁蛋，想要给郭安一个把手。很简单，许家大哥，你稍等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做好。许家大哥，你看怎么样？铁蛋，你技术很不错。嘿嘿，村子里的农具我都能打，我6岁的时候就随着我爹学打铁了。铁蛋，你帮我打造一个烤炉，不似现在的炉子，是这样的。虾仁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杈，就在地上大概画出一个烧烤炉的形态。这么长的炉子，烧水做饭都不方便吧？我另有用处，能打出来吗？倒也不难，我下午就能打出来。拿着，傍晚的时候直接送我家里去。许家大哥，用不了这么多的，10文钱我1个月也赚不到这么多。东西做得好就值这个钱，拿着吧，平常吃好点，尽快长大。兄长，你喝点水。你这个锅还打个把手，是做什么？做饭。你还做饭？不应该是方家娘子做饭吗？我娘说，女人做饭照顾家，男人在外赚钱。她不会做饭，只会吃，我总要吃饭的。这怎么可以？女人怎么能不会做饭，还让男人在外面忙完后回家自己做饭的道理？许家大哥，元初哥哥如果回不来了，不如你把婉儿嫂子带回去，她做饭很好吃的。你个小鬼头，先顾好自己吧，走去家里看看。赵婉儿的茅草屋变成了有土坯和石头垒砌的结实屋子，院落也用石头垒了起来。走进屋子里，里面添置了一个简易的衣柜，床也加固加宽了，连带着凳子也多了几个。屋里不开门，外面的人想闯进来几乎不可能。兄长，这是你昨日交给我保管的财物，很怕丢了，一夜没敢睡，心里怕得紧。这个你拿着。兄长，我不能要，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，我不能再要你的东西。元初好几天没有回来，有些事你早做打算，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念头。很快衙门会重新审查人丁，你会被强行分配再嫁，这些你应该晓得吧？我知道，兄长，相公真的死了吗？这个乱世，死不死的谁又说得清？按照规定，无故7天不归就会进行销户，判定为身死。女无子者需改嫁。兄长，我最多还有多少时间？你应该不满20岁吧？这个年龄段正是生育的最佳年龄，会从急从快，快则1个月，慢则3个月就必须再改嫁。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。奴家知道了。赵婉儿眸光内环顾四周，看了看刚刚垒砌的新房屋，眼眸内透着一些不舍。刚刚有个家，就这么快就要离开了。你如果有中意的，或是又中意你的，可以如实告我说，我会代元初写一封合理的文书，不会让你背负着寡妇之名，更会出资让你可以风光出嫁。像我这样瘦弱无力的女子，哪个男人会愿意娶我？多填一张嘴，让对方多纳一份人头税，这不是害人家？当初若不是相公看我可怜，收下了我怕是已经被分到了青楼。兄长莫要为我的事担心，这些天奴家谢过兄长的照顾，奴家在这里祝兄长官运亨通，一切顺遂。不要做傻事，还有至少1个月的时间，到时候我来安排吧，你且安心住下。虾仁回到家，方柔在院子里悠闲地嗑着瓜子。这么久的时间，是不是把你那弟媳已经弄到床上了？也是啊，你那弟弟这么多天没有人养，你那弟媳迟早也要被官府重新分配，定是急的，巴不得有个男人肯要她的。虾仁懒得搭理他，径直走向了灶房。很快里面就传出啪啪啪的剁肉声。虾仁在灶房里忙活了一会，就听到外面乱糟糟的争吵声，
方娘子，虾仁和你成婚，你刚刚说是入赘，但既然住在青山村，那就是入的男方的家，谈不上是入赘吧？男子纳妾，符合伦理纲常。你若是强行干涉，可是犯了七出，擅及这一条。这院子是我出资，吃的用的都是我买的，不是入赘是什么？许村长，你虽然是青山村的村长，但也不能睁着眼说瞎话。方娘子，你也太欺负人了！现在虾仁可是县衙的差役，哪有差役入赘一说？就是你这是欺负我们青山村无人了。大不了让虾仁同你和离，我们青山村有的是年轻待嫁的姑娘，不就是女人那点事儿吗？和谁睡不是睡啊？凭啥就要和你一个人睡？太欺负人了！就是我们已经很尊敬你了，只是让虾仁纳妾，没有妨碍你正房的身份。连这你都管，这是悍妇之风，完全可以去衙门告你，直接给你一封休书。嘿嘿，好大嫂也有吃瘪的时候，不过乡亲们真是抬爱，送妾一次都是10几个妙龄俏妮子。虾仁来了，大家静静，让村长和虾仁说。虾仁啊，你看咱们青山村各家待嫁的姑娘都在这里，还有一部分没有来，那些配不上你。今天能来的都是个顶个的年轻貌美，上得厅堂下的灶房，还能干得起一把子力气活。这个嘛。三爷，这个事不如从长计议。我从前线归来，在衙门里任职1年期还没有结束，就忙着开始纳妾，容易让上官误会。那就等1年期结束，也没有几天了，还有8天。其他人一听只是8天，那等得起，就把随身带的礼物放到虾仁门前，示意他一定要收下。虽说乡下物资匮乏，但家家也有一些压箱货的。哼，你不会真打算8天后纳妾吧？怎么，你是不准？当初我们可是说好的，你不准纳妾。你和徐朗不会是想拴我一辈子吧？切，你倒是想一辈子，我还不愿意。快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你有多远滚多远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到那个时候，随便你纳妾。嘿嘿。看来徐朗又给你灌迷魂汤了。听说徐朗能够在县衙混得开，背后是他娘子一家的资助。因为这个，徐朗连纳妾都不敢。你该不会以为他会为了前途和他那强势的娘子和离，转而娶你？我劝你清醒一些，别说娶你，纳你为妾，你都进不了门。徐朗已经答应我会和离的。他自然会好好讨好你，毕竟你方家在县城是有名的商户，虽然没有地位，但却有银子。哼。许下人是你为了我的银子，不是人人都是如此。我确实是为了银子，如果你给我200两，我可以帮你搞定徐朗，让他能够娶你。切，就凭你一个后备差役，你别以为临安村你给徐朗难堪就能斗得过他。信不信由你，200两不多，绝对没有徐朗从你方家拿得多吧？而我却能给你一个名正言顺圆梦的机会，200两买个机会不亏。徐朗这些年从我方家拿走的银两，陆陆续续少说也有3、4千两，这还是自己知道的，不知道的只会更多。就在前2天，徐朗又拿走了500两，说是为了打通关系，拿下城南2个街道的地盘，到时候加倍还给方家。但街道拿下，却不见还上1两银子。方柔蹙眉望着正坐在桌前喝着小酒、吃着肉的许虾仁，哼，一丘之貉，都是为了我方家的银子。该死的混蛋，也不是这个东西。200两，在此期间我绝不纳妾，给你足够的体面。另外饭菜方面也不收你银两了，最多150两。来，娘子吃饭。哼。傍晚的时候，虾仁从书房里走出来，去了一趟外面，再拐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拎着一个打好的烧烤炉，铁蛋也跟在后面。方娘子，哼。铁蛋那些你拿走点，家里也吃不完。虾仁指了指院子一角，上午10几家送来的礼品，这么多东西都是乡下过年才舍得吃一口的。铁蛋知道虾仁不喜欢客气，就走过去腾出一个菜篮子，拿了一些蔬菜。趁着天没有黑，快点回去吧。许家大哥，谢谢你了。去吧。许家大哥，我有句话和你说。什么事？能不能出来说？哼。说吧。你走之后，懒儿嫂子哭了很久，她心里也明白袁初哥哥怕是回不来了，他会被衙门重新安排配婚。我看着他哭，心里很难受。许家大哥，你是做大事的，家里不缺一口饭吃，你能不能收下他？其实婉儿嫂子很能干的，做饭洗衣地里的活她都能行。别看她瘦弱，但很勤快的，她真的是一个好女人。是他让你说的？没有，婉儿嫂子觉得她的身份配不上你，而且你毕竟是袁初哥哥的亲哥哥，凶手弟媳，她脸皮儿薄也张不开那个口。你先回去，让她安心待在家里，不用想那么多，等我忙完这阵子自有安排。哦，那许家大哥，我走了。
赵婉儿确实是个好女子，凶收弟媳这个时代玩的真够刺激的。吃完了，你先去洗澡，白天晒的水温度刚刚好。今天倒是知道关心人了，看来给银子就是管用。当然关心你，那是因为老子现在就造得慌。吃完后，虾仁先去书房里躺了一会，待到1个多时辰之后，估计隔壁的郝大嫂也熟睡了。今晚他喝了那么多果子酒，怕是扛起来转圈都不会醒的，是时候消饱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虾仁把早饭做出来，放到院子里的桌机上。怎么浑身酸酸的，像是背着一个人爬了一趟山一样，嘴里也不是味，昨天吃的太腻了。我今天要去衙门，吃完就先走了，等我回来再收拾。知道了，吃了赶紧走。哎呀，许虾仁加上昨日休沐，已经第8天，你的案子还没有破。妈的，赤裸裸的报复！是衙门紧急集合差役的号令，难道是大考名次下来了？喊大家过来，是关于前日贡院大考的事。名次公布之前，我先简单说一下此次大考的缘由。前线大战，后方不宁，山贼横生，民怨多发，各地衙门案件明显增多，所以这次朝廷做了重大调整。王朝下辖180个府城分别设立兵部司一部，直接受命于王朝中枢，管辖各大府城，包括常规兵力和差役。进一步扩大差役的数量。我们青山县今年有10个差役转正名额，这是历年之最，所决定给予各地差役更大的权限和荣誉，这就是这次大考的由来。这次的大考不只是局限在我们青州府，而是大圣王朝180个府城同时进行，所以这次的大考名次决定了未来你们手里有多大的权限和荣誉。望诸位掌握更大权力之后，善用之。妈的，大圣王朝垂直打击啊，直接把各府的兵权给拿走了。关键是差役独立的调查权、缉拿权和刑审权都已经大得害人了，竟然还给放权，看来差役才是朝廷的亲儿子。大考名次基于4个评定，不入流，优者青山县有3人，良者有32人，差者15人，不入流者39人，优者3人，直接归属青州府兵部司统辖，户籍落入青州府城。最后一句话说出，全场哗然，直属兵部司统辖，户籍落入青州府。更高的户籍意味着更大的前途，更多的机会。两者仍隶属各地衙门同属，俸禄提高3成，拥有直奏府城兵部司的权利。涉及后备差役可直接转正，拥有同样权利。差者和不入流者，由各府衙门酌情去留。好，现在公布名单，名次分为优、郎、差和不入流4个评级。优者方远山、郝军、赵志鹏，郎者。待名单公布完后，虾仁却懵了，他仔细听了，绝对没有漏掉，但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。虾仁兄，我没有听到你的名字，这怎么可能？我都入了良，你的能力最差也是良啊！大人，我所带的后备差役许虾仁尚没有公布评比结果，敢问大人，此次是不是考得不尽如人意？若是如此，是卑职的失职，我请求当即辞退此子，通告全衙，以儆效尤。许虾仁留档待用，回家等消息。